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马云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风光无限的蚂蚁上市闹剧，在高潮之时突然的谢幕了。已经到手的24万亿人民币瞬间成了泡泡。马云不知在厕所里哭了多久，还没缓过气来，阿里巴巴又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50万。钱不多，但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政府动手了。想想前不久，马云还意气风发地批判中国的银行只不过是当铺，言外之意啊，就是只有他创立的互联网金融才是最先进的，代表世界金融和未来的正统。他太狂妄了，太忘乎所以了，他居然不明白，国家的金融大权岂能被他私人资本所垄断？何况他所代表的还是被国外资本所控制的私人资本。前段时间不少人还很迷惑，不明白政府有关部门为啥对马云痛下杀手。对此啊，相关部门也对马云背后的蚂蚁集团进行了调查，结果却发现了惊人的秘密。接下来大家可以和小 S 一起详细的了解一下马云的商业帝国背后有哪些深厚的政治背景。2012年，阿里巴巴集团回购了一半的雅虎所持有的阿里股份的交易，金额为76亿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大约480亿元。阿里这回购资金是通过出售股份给3家投资资本筹集的，这3家资本是博裕资本、中信资本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机构国开金融。下面看这几个资本都有谁。博裕资本的合伙人是姜志成。姜志成是谁呢？他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中信资本老板是王军，王军的父亲又是谁呢？前国家领导人王震。那么国开金融老板是谁呢？陈元。陈元的父亲又是谁呢？前国家领导人陈云。国开金融的副总裁是贺锦雷，他的父亲贺国强是前反腐机构的负责人。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副董事长刘乐飞，其父亲是政资局常委刘云山。中信资本总经理曾自杰，父亲曾培炎也是政资局委员。在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还有一家公司也购买了阿里巴巴的股份，那就是新天域资本。这家资本的联合创始人是前国家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阿里投资的中信资本和国开资本都属国有性质，这一点让集团的所有者结构更加复杂。这层关系也让阿里巴巴通向了政府的最高层。阿里巴巴上市后，这些政治关系深厚的投资者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下面我们再来梳理一下马云的蚂蚁集团。蚂蚁的早期投资者呢，是受马云邀请的。马云发出盛大的嘉年华晚会邀请函，正是社保基金和中投公司的入驻。正是社保基金和中投公司的入驻，使得蚂蚁不再是一家初创公司。社保基金是全民的养老金，中投管理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那这注定是一场不能输
不能输的游戏。没有一场比赛是不会输的，如果有门票，必须要有实力和背景的真正选手持有。他们进货越多，利润率越高。通过分析这些投资者的背景，我们可以得出马云在资本界的独特血统。参加资本盛宴的主要任务就是利润分配。为了便于分析，我对这些战略股东进行了排名，用不同的色块加以区分。股东阵营这样就变得清晰起来。除了肉眼可以看见的，我们还应该关注4大阵营。这4大阵营有博裕、春华和云峰。中金蚂蚁的背后多是影子股东。那么大家知道什么叫影子股东吗？说白了，股东都是替身，别人替的。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北京京投投资中心私募其上海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试图掩盖其的背景，但是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一私募的真正经理人博裕资本。那么博裕资本刚才说过是谁？是合伙人了吧？江志成江志成，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对蚂蚁股份的掌握采用了迂回的方法。博裕资本是港资，而按中方的规定外资是无法掌握中国国内的网络付款的。于是这个博裕资本就在上海开设了豫广局陶然上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再有子公司投资北京经管投资中心，由后者出面注资蚂蚁。这样博裕与江家就此就藏在层层的迷雾之后了。外界很难找到江志成与蚂蚁集团的关联。江泽民的亲信贾庆林的女婿叫李伯潭，是除江志成之外另一个站在马云背后的红色秘密投资者。那么这个李伯潭在北京成立了皮包公司，叫北京招德投资。招德透过多层的投资，最终由众富投资出面入股了蚂蚁。对了，我们应该说一下胡主六了。胡主六的春华资本实际上是他的妹妹胡渊满所有。那么大家会问那胡主六是谁呢？这胡主六是蚂蚁集团的独立董事，更是马云的伯乐。尽管马云总是说他在6分钟内重复如何说服了孙正义的励志故事，但是马云最初的投资实际是1999年胡主六时任亚洲负责人的高盛投资给他的，给他了400万美元的基金，帮助马云度过了艰难的创业期。胡主六才是马云真正的大恩人。下面这个人，我说你一定不认识，他叫魏启颖，他是云峰基金的合伙人。那么蚂蚁上市后魏启颖的收入可能要接近10位数10位数。那么魏启颖又是谁呢？我说你一定知道，大明星赵薇的妈妈呀。隐藏身份的投资者还有中国放海控股集团董事长总裁卢自强，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以及还有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他们借由第三方基金向这个蚂蚁集团投资。
那么这3人呢，是中国最神秘富豪联盟泰山会的成员。那么这个仅有16名顶级富豪成员的组织，已经在1月20日宣布解散了。另外呀，拥有阿里股份的中安保险以3马同朝而闻名。你可能要问呐，这3马又是谁呢？我告诉你啊，马云、马化腾、马明哲，是不是一说明白？分析这马云背后的股东啊，就像调查一些名人的家谱。那么这张大单子啊，只是冰山的一角。蚂蚁实际上啊，在国外拥有大规模的战略股东，这些战略股东通过控制金融机构，在舞台前操纵一批傀儡，在资本市场推动收购重组，那么完成资产转让，在股价上呢投机赚钱。参加资本盛宴的首要任务就是利润分配。内部合伙人、前期投资者、后期投资者、期权分享者、IPC 创新者、后期接受者，可以对应那些吃肉、啃骨头、喝汤、舔碗、闻一闻，最后去开会洗碗的人。蚂蚁一个特殊的形象，一个分工明确的蚁群，可以在短时间内构成出一个庞大而精细的地下工程，很辛苦的忙碌着。这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这个群体中的少数人。蚂蚁就像2维生物，毁灭你也跟你没关系。以上是小 S 自己的看法，你的观点又是什么呢？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下一期见，拜拜。